他最早发现自己不对劲儿是在很小的时候，他能看见地下埋着的铜钱，能看见隔壁教室里的画面，甚至抬头看天，能看到天空中像古代街市一样的景象。那时候他根本不懂这是什么，只觉得自己可能是生病了。直到很多年以后，他在众人面前做了一场耳朵识字的实验，他才慢慢意识到，真正看见东西的根本不是耳朵，而是两眉之间的天眼。而且这个能力后来并没有停留在识字上，他开始能看到人体内部的异常，能看到疾病留下的阴影。从学校里的小范围轰动，到电视台来采访，再到专家为他成立人体科学研究室，孙楚林的一生从这一刻开始彻底被卷进了那个属于气功热和特异功能热的年代。之前我们讲到，孙楚林用耳朵识字成功了，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自己也是兴奋不已。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看他表演，孙楚林逐渐发现，真正看东西的地方不是耳朵，而是两眉之间的天目，也就是天眼。在孙楚林的自传，我所看到的那一部分世界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孙楚林从1975年到1979年期间，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作为知青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段日子非常辛苦，非常劳累，但奇怪的是，孙楚林身上一点神奇的经历都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特异功能这东西是需要良好的环境、优越的条件来滋养的。其实在西方很早就有赞助人的传统，数学家、哲学家、画家，很多人都不是单打独斗走出来的，他们背后往往有教会、贵族和富商的支持。如果没有当时王室和贵族阶层的资助，像阿基米德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精力潜心研究，很多后来影响世界的数学发现和科学思考，也许就不会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方式诞生了。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伟大的画家也都有专属的赞助人，如果没有赞助，我们今天根本看不到那么多经典的艺术作品。我们再说回孙楚林，当初让他做耳朵听字实验的老师，还曾经请他看过自己爱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孙楚林当时看到老师爱人的肝脏周围有一圈发黑发灰的阴影，那位老师坦言，自己的妻子确实患有肝硬化。也正是这件事，让孙楚林发现了自己的新能力，那就是透视诊病。在那个气功和特异功能盛行的年代，孙楚林拥有特异功能的消息慢慢在社会上传开，经常有电视台前来采访，各级领导上门观看表演，还有不少人专门来找他看病。没过多久，中国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就把孙楚林调到了学校图书馆工作。后来，学校测试中心的沈金川教授从国外归来，他对特异功能研究十分感兴趣，专门对孙楚林进行了多次能力测试，结果全部成功。于是学校专门成立了人体科学研究室，还招收了好几位拥有特异功能的年轻人。沈金川教授亲自带队，和这些特异功能者一起开展人体特异功能的专项研究。接下来的故事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孙楚林的能力最强，名气也最大，全国各地的访客络绎不绝，他需要不停接待访客，反复表演特异功能，还要配合沈教授开展各类实验。长期下来，他身心俱疲，身体健康也受到了影响。当时社会上练气功的风气十分盛行，大家都觉得练气功可以强身健体，调和宇宙能量，还能修炼出各种特殊能力。当时的武汉经常有各类气功门派举办报告会和传功培训班。沈教授见状，建议孙楚林去学习气功，学着调节自身外气，补充身体能量，减少能力消耗。恰巧当时华中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来了一位讲授养生功法和生命工程的老师。这位老师开设了为期1周的培训班，每人收费18元。要知道，当时普通人的月工资只有40元左右，18元几乎是半个月的收入。但孙楚林求知心切，加上华工距离他工作的地质大学很近，他果断报名参加了培训。开课的地点是一间坐满数百人的小礼堂。第一天，老师只教了8个简单的动作，教完之后就让大家自行练习。练习过程中，
台下陆续出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现象。很多学员不受控制地扭动身体，有人大笑，有人大哭，有人摇头晃脑，还有人大声呼喊。唯独孙楚林像个局外人一样，全程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看着众人的状态。第一天就这样看热闹般结束了。第二天、第三天依旧如此，他始终没有半点练功的感觉。到了第四天，他还是毫无体感。这时授课老师开口提醒学员，说有些学员参训多日，始终无法进入练功状态，只会睁着眼睛看热闹。孙楚林立刻明白老师是在点自己。眼看培训快要结束，自己一无所获，学费也算白费了。于是他立刻按照老师的要求端正坐姿，双手平放膝盖，微微闭眼，全身放松入静。没想到这一放松，状态立刻就来了。他突然感觉全身发冷，上下牙齿不停打颤。孙楚林心里十分害怕，担心自己是中了邪，赶紧按照老师教的方法收功，身体才慢慢恢复正常。到了第5天，他鼓起勇气再次放松入静，尝试练功。这次的体感和昨天完全不同，不再是发冷，而是浑身燥热，像是置身3伏天的烈日下烘烤，豆大的汗珠不断从身上滚落。有了前一天的经验，孙楚林咬牙坚持，完整练完了整套功法。1周的培训课程很快结束。孙楚林坦言，这次学习的全部收获就是体验了一次发冷，一次发热。课程最后一天，老师做完总结发言，专门留出时间供学员现场提问答疑。在场很多学员都纷纷提问，孙楚林也鼓起勇气写了一张提问纸条。纸条上写道，自己天生拥有透视的特异功能，能够看透人体，但是长期使用能力，身体损耗极大，想要请教老师有没有无需消耗自身体力，能够接引外界能量的功法。老师耐心解答了所有人的问题，唯独看完孙楚林的纸条后，反复看了好几遍，没有立刻作答，反而大笑出声。他直言，自己从未见过自称天生拥有透视功能的人，觉得这番说法太过夸张。因为纸条没有署名，老师也不知道提问者是谁，这件事最后就不了了之。我个人觉得，这位老师大概率是心生羡慕，暗藏嫉妒。而孙楚林心里也十分不爽，他觉得这名老师连风靡全国的特异功能都不了解，见识太过浅薄，修行水平定然不高。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跟随这位老师学习气功。不过这次气功学习中，一冷一热的奇妙体感给孙楚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真切感受到气功确实能改变人体状态，带来奇妙的身体体验，于是下定决心继续自主研习气功。那段时间，他经常翻阅各类气功杂志和报刊。书中提到，静坐修行益处良多，子时是阴阳交替的关键时段，此时练功能够事半功倍。于是孙楚林按照书中记载的方法，每天在家自主打坐练功。坚持一段时间后，他体感效果不错，便一直长期坚持。从1986年开始，孙楚林正式自学打坐，全程没有老师当面指导，仅凭杂志文字摸索入门。没有任何基础的他，一开始无法完成双盘坐姿，只能散盘坐在床上练习。腹式呼吸、数息、观想这些专业技巧，他一概不懂，只是单纯静坐，自然呼吸。打坐一段时间后，他会进入迷迷糊糊的状态，类似浅眠。全身彻底放松后，身体会不自觉地轻轻摇晃。后来他看到别人打坐前都会焚香，便跟着效仿。没想到焚香之后，身体不再摇晃，反而会不受控制地磕头，如同自动发功一般，不停磕击地面。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坚持练功，一练就是整整3个月。不仅不觉得疲惫枯燥，反而觉得十分有趣。他每天晚上11点准时打坐，一直练到凌晨1点，每日坚持2小时。3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孙楚林照常打坐练功。突然，一位模样奇特的老者出现在他面前。对方身穿长袍，披头散发，牙齿怪异，双眼硕大，看着像60多岁的女性，神态样貌酷似武侠剧中的梅超风。这诡异的模样把孙楚林吓得不轻。他暗自心想，这位老者样貌太过怪异，非人非妖，
辨识度极高。而这位奇特的老者就是孙楚林的第一位隐形师傅。起初孙楚林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反复确认自己完全清醒后，他才壮着胆子开口询问：你是谁？为何来到我这里？老者缓缓回应，让他不必害怕，自己是专程前来教他练功的。孙楚林又追问：为何唯独教自己，不教其他人？老者答道：他性格温顺，容易受人气，受委屈必须习得本事，才能自保护身。从这天开始，这位隐形师傅每天都会准时前来指导孙楚林打坐练功。练功的过程中，孙楚林还经历过一件十分特别的事。有一次，师傅正在指导他练功，睡在身旁，年仅3岁多的儿子突然醒来，看样子是想上厕所。孩子坐起身后，突然开口说道：妈妈，你身边有一个像鬼一样的人，是谁呀？确实，师傅披头散发，样貌怪异，看着和鬼怪无异。话音刚落，孩子突然直倒在床上，大哭着呼喊：妈妈，我被压住了，快来救我！孙楚林看到儿子脸色发白，浑身难受的模样，立刻轻声安抚，让孩子不要害怕，有妈妈在身边。可孩子却哭着说：妈妈，你救不了我，脸色也慢慢恢复平稳。随后孙楚林带着孩子上完厕所，安抚他重新睡下。孙楚林猜测这件事是师傅所为，应该是不想让孩子打扰自己练功。不过我觉得大概率是师傅听到孩子说自己像鬼，才略施小惩。毕竟不管是谁，被人评价样貌丑陋，形同鬼怪，都很难坦然释怀。好在这样的小插曲仅此一次，再也没有发生过。上一期节目我们提到过，孙楚林的特异功能源自母系家族遗传，他的儿子也自带微弱的特殊感知能力。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孩子能够看见常人看不见的隐形师傅。孙楚林还说，这位隐形师傅十分严厉，每次前来授课，手中都会拿着一根细棍，只要他练功出现偏差，动作出错，师傅就会用棍子轻点纠正。有时候他反应迟缓，反复出错，师傅下手会偏重，被点到的部位会有明显痛感。第二天醒来，这些被打过的地方都会浮现一片片青斑。也正是这些真实的体感和痕迹，让孙楚林彻底确定这不是自己的幻觉，是真的有隐形师傅在暗中传授自己功法。在师傅的指点修行下，孙楚林的功力稳步提升，意念力比以往强大很多。曾经沈金川教授做过一项实验，他把单簧管的簧片放置在显微镜下，让孙楚林用意念操控。孙楚林集中精神，默念靠拢，显微镜下的2片簧片真的在意念操控下慢慢贴合到了一起。那个年代，国内经常举办各类特异功能交流活动。有一次，沈金川教授带着孙楚林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会上，国内顶尖特异功能者张宝胜现场表演了经典的抖药片绝技。从北京回到武汉后，孙楚林一直对这项能力念念不忘，满心想要尝试，却始终不得方法。某天夜里，隐形师傅前来指导练功，孙楚林趁机询问师傅是否会抖药片的绝技，能否传授给自己。师傅当即应允，直言这项能力并不难。话音落下，师傅挥动手中拂尘，孙楚林手中瞬间多出一个药瓶。师傅叮嘱他放松身心，放空杂念，用心感受屏蔽，想象屏蔽不断变薄，直至快要撕裂，找准状态后立刻抖动瓶子。孙楚林按照师傅的指引，找准体感后轻轻一抖，瓶内的药片瞬间散落一地。他当时想捡起一粒药片拿去给沈教授研究，可刚生出这个念头，师傅再次挥动拂尘，地上的药片，手中的药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刻，孙楚林彻底折服，深知这位隐形师傅的神通广大，自己刚起心动念，对方就尽数知晓，从此再也不敢随意自作主张，胡思乱想。等孙楚林回过神，睁开双眼时，时间已经是清晨5点。他分不清夜里的经历是真实授课还是梦境幻觉，于是决定亲自验证。他取下家里冰箱上的药瓶，握在手中，复刻夜里师傅传授的方法，静心找感觉。
找准状态后轻轻一抖，瓶内的药片哗啦啦散落一地。实验成功的那一刻，孙楚林欣喜若狂，激动得近乎飘起来。从这件事也能看出，长久以来，孙楚林自己也无法完全确定，这位隐形师傅是真实存在，还是自己的潜意识幻觉。这就让我想到了说《唐演义》中程咬金梦中学武的经典故事。程咬金曾在酒楼醉酒酣睡，梦中偶遇一位老神仙，老神仙将一把宣花大斧传授给他，还打算教他一套88614招的绝世符法，学成便可天下无敌。可就在程咬金熟练掌握前3招半的时候，突然被旁人叫醒。醒来后，后续的招式尽数遗忘，只记得前3招半，但就是这短短3招半符法，让他纵横江湖，所向披靡。所以无论这位隐形师傅是真实存在，还是孙楚林的潜意识幻化，都足以证明孙楚林的悟性远超常人。实验成功后，第2天一早，孙楚林就赶到办公室，给沈金川教授展示抖药片的能力。沈教授十分惊喜，当场找来一个空药瓶，装入几颗纽扣，拧紧瓶盖，让他现场演示。孙楚林静心入镜，找准体感，轻松将瓶内的纽扣抖了出来。沈教授大喜过望，立刻叫来7、8位同事，一同见证这项神奇的特异功能。这次众人还加大了实验难度，将细小的矿石颗粒装入瓶中，拧紧瓶盖后用蜡彻底密封。即便如此，孙楚林依旧成功将瓶内的矿石颗粒抖出。自此之后，抖药片、抖物品就成了孙楚林的经典表演项目，前后公开表演过上百次。后来一次练功时，孙楚林好奇询问师傅，民间传言的穿墙术是不是真的？师傅给出了肯定答案，告诉他也可以学会，只要潜心修习就能掌握。孙楚林连忙追问穿墙的方法，师傅告诉他，首先要彻底静心入境，进入特殊状态，然后诚心和墙体沟通，感知墙体的意愿，墙体同意便可穿过。孙楚林继续询问沟通的诀窍，师傅解释，只要心怀赤诚，专注沟通，墙体就会给出回应和指引。同时师傅还详细告知他，墙体同意穿墙，拒绝穿墙2种状态下的不同体感。第2天，孙楚林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沈金川教授，自己学会了穿墙术，师傅传授的功法，他几乎都能成功掌握，因此信心十足。但沈教授起初并不相信，于是孙楚林和他打赌，只要自己成功穿墙，沈教授就要把在美国购置的玩具猴子送给自己。众人很快布置好实验场地，沈教授在3楼选定一间办公室，彻底封死所有窗户，让孙楚林独自进入房间后锁死房门，贴上封条，随后众人便各自离开。等待结果，能看得出来，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把穿墙实验当真。独自留在办公室的孙楚林开始静心和墙体沟通。他最先面对的那面墙明确拒绝了他。据孙楚林描述，墙体拒绝时能清晰感受到墙体内的分子在剧烈震动，传递出抗拒、不愿配合的信号。无奈之下，孙楚林灵活变通，换了另一面墙尝试沟通。他态度十分谦卑，诚心祈求墙体成全。没想到这面墙吃软不吃硬，欣然同意。他能清晰感知到墙面的分子缓缓分裂松动，原本严实的墙体慢慢裂开一道缝隙，形成了可供通行的洞口。眼看着洞口成型，孙楚林满心欢喜，心里瞬间想到，成功之后就能拿到沈教授的玩具猴子了。可就是这一分神的瞬间，裂开的洞口瞬间闭合，他来不及反应，一头重重撞在了墙上。此时已经是中午12点，从早上9点进入房间，折腾了3个小时，穿墙实验依旧没有成功。他不甘心，再次尝试和墙体沟通，可这一次所有墙体都不再配合。等沈教授和工作人员打开房门查看时，他还在执着地和墙体沟通。这次撞击让他受到了惊吓，之后便再也不敢尝试穿墙实验。现在回头来看，这次实验失败或许是冥冥之中的保护。孙楚林后来坦言，穿墙术的风险极高，只要中途分神，墙体瞬间就会闭合。一旦身体被卡在墙中间，
后果不堪设想。他曾经看过一篇国外报道，一位69岁的印度修行大师精通穿墙术，曾经在印度超自然现象研究院多名科学家的见证下，成功穿过2道厚重的水泥围墙。可在穿越第3道更厚的墙体时，中途出现意外，大概率是修行者临近成功，心生懈怠分神，身体尚未完全穿出，墙体就骤然闭合，整个人被牢牢卡在墙体之中，彻底与墙体融为一体。报道中，在场的科学家直言，场面十分悲壮。很多人或许会疑惑，直接砸毁墙体能不能救出当事人？关于这一点，孙楚林在自传中做出了解答。他表示，穿墙并非简单的3维空间穿透，被卡的瞬间，人体分子就已经和墙体分子彻底融合。即便砸毁墙体，被困的身体部位也会彻底消散，根本无法施救。其实从原理来讲，斗药片和穿墙术本质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只是作用对象不同。斗药片是操控细小物体，风险极低；穿墙术是操控人体自身，稍有不慎就是性命攸关的危险后果。孙楚林描述的穿墙过程十分奇妙，完好的水泥砖墙，在他静心沟通后，墙面会浮现无数白色亮点，如同漫天星辰闪烁。随后墙体结构慢慢松散，缝隙逐渐变大，整面墙会变得像面片一样轻薄，中间逐渐形成通透的洞口。虽然人体穿墙实验最终失败了，但后续的物体穿墙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当时孙楚林身处一间房间，沈教授在隔壁房间，孙楚林静心和墙体沟通，得到墙体许可后，将一枚硬币轻轻抛出，硬币直接穿透厚实的隔墙，从这个房间飞到了隔壁房间。沈教授只听见当啷一声，就看到硬币落在了自己房间的地面上。不止穿墙实验，早期抖药片的过程中，也经常出现药片卡在屏蔽的情况，处于物质融合、半透半现的中间状态。针对这一特殊的中间形态，孙楚林、沈金川教授还和台湾大学的李嗣岑教授展开了长期的深度探讨。李教授坦言，数百年来，科学界一直争论世界是唯心还是唯物，但听完孙楚林的亲身经历，得知墙体拥有自主意识，可以沟通选择后，他逐渐倾向于世界的本质或许是唯心的。沈教授提出万物有灵的观点，立刻得到了李嗣岑教授的认同。西方知名著作《赛斯资料》中也有相关理论记载，书中提出，我们所处的宇宙实相本质是意识的产物，原子、分子都拥有自身的意识，无数原子、分子汇聚形成的物质会诞生集体意识。一堵墙、一颗花生、一只杯子、一张桌椅，世间万物皆有灵识。平日里，这些微观意识隐藏不现，无法被感知，无法被沟通。只有当孙楚林开启天眼，进入特殊状态后，这些物质的意识才会被唤醒，实现人机物我沟通。沈金川教授也对万物有灵做出了科学层面的解读。他认为，所谓的灵本质就是广义的信息，世间万物都有专属的结构、成分和运行规律，这些特质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万物有灵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同时灵也分不同层次，动植物的灵识层次不同，而神话中的神明或许就是维度和智慧，远超人类的高级智能。当然，孙楚林的亲身感悟难免会受自身文化背景、知识储备的影响，可以作为研究未知领域的重要参考，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客观的科学定论。沈教授和李教授始终保持着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二人一致认为，想要让整个科学界认可特异功能、万物有灵的理论，还需要更权威、更有力的实验证据，以及更先进的精密测量仪器，来佐证这些神奇的现象。这也是整个故事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两位顶尖教授一边被孙楚林的特异功能深深震撼，即利用现有科学理论解读这些超自然现象，一边始终保持理性清醒，坚守科学底线，坚持用实证和数据说话。在跟随第一位隐形师傅修行3年后，1989年，孙楚林迎来了第二位隐形师傅。
这位师傅不再是古朴神秘的老者形象，而是一位来自外星的男性生命体。他行走姿态如同机器人，能够凌空飞行，身着银灰色宇航服，头顶还带有天线。这位外星师傅教会了孙楚林更多高阶能力，其中最神奇的就是让油炸过的花生起死回生，重新发芽。下一期节目我们就来详细聊聊这项神奇的反生发芽能力，以及更多未知的特异功能故事，探寻未知，照亮本心。我们下期再见。